除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的演训活动外，近日071综合登陆舰和野马气垫登陆艇进行进出合练。071型登陆舰所担负的任务是在未来战争中实现渡海登岛作战，通过与搭载的气垫艇、直升机、两栖坦装密切配合，实现立体夺岛作战。075型两栖攻击舰广西舰则连续在多个海域开展舰机协同、编队运动、航行补给等多项训练，探索验证了两攻装备性能底数和体系支撑能力，为训练打下坚实基础。另据人民海军微信公众号周日消息，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数十架各型战机昼夜出动，在某空域展开空导弹实射训练，检验了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此外，根据广东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本周一至周二每天8时至18时，在南海湛江、南三岛东部海域进行射击训练，禁止驶入。连云港海事局的公告显示，8月6号至8月15号，每日8时至18时，在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大连海事局还宣布，8月8号至9月8号，渤海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权威发布，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那么，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意味着呢，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域进行的旨在设置岛内台独分子域外干涉势力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啊，进入到了加时阶段。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打破了外界的观察预期。那不少外媒的说法呢，实际上是落空了，甚至呢有误导之嫌。此前呢，按照划定绕岛6处实弹演习区域的公告，那外界普遍预期呢，解放军这轮演习周日结束，甚至昨天有不少外媒呢都在盘点特别看点了。今天路透社发自台北的电稿说 ，China announces fresh military drills around Taiwan， 中方宣布环台湾岛新军演。美国 CNBC 电视台即时新闻援引的也是这条标题，但是呢，所谓新军演的提法完全不成立。当然呢，你也可以理解，这是路透社在自行找补。昨天这家国际大通讯社发自北京的电稿就在盘点，实际上并没有画上句号的解放军演训。东部战区的最新公告同样是自少事大，那么就特别提到实战化联合演训的2大重点是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那么专注联合风控，做对海突击、对陆攻击、制空作战等等一系列的实弹演练等等。那这是我们从前4天的公告，以及包括国防大学战略学教授孟祥青少将等等军事领域的权威人士他们的解读中经常能读到听到的特定表述。但是呢，至少就我个人追踪，联合反潜是首次出现。解放军将联合反潜作为重点科目，它的战略指向不言而喻。要理解它的分量所在，我们还可以联系东部战区在战训的第1天宣布常规导弹全部精确命中目标的另一份的声明。那么10亿大校当时就称，多区域多型号长岛火力突击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区域拒止的对象当然是那些个域外干涉者，是站在佩洛西身后的大国势力。所以划过台岛上空的东风导弹不仅强震慑岛内台独分子，也在释放解放军区域拒止能力的强信号。今天进行的联合反潜演练同样是在检验并且在展示解放军对水下威胁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就此释放强信号。那么外界尤其是美方接收到了来自解放军的强信号吗？我个人观察，至少国际媒体已经强烈感知到了这一讯号。这从国际舆论对解放军连日军演的持续关注就可见证。今天美联社发自北京的电稿说，演训包括反潜科目，明显指向美方对台支持。它的英文表述是 apparently targeting U.S. support for Taiwan。解放军绕岛范围广、距离近、力度大、要素全的大规模的实弹演训还在持续进行中，外界呢也在对此持续追踪。此前国内外媒体都在放大聚焦解放军演训创下的多个第一，比如呢，常规导弹第1次过岛发射命中目标，轰炸机编队首次南北双向纵贯台湾海峡，解放军航母战斗群首次威慑性演练，攻击性无人机首次飞临金门岛上空等等，包括今天官宣的反潜演练。我认为这些呢都在放大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武统是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
解放军用连日高质量、高水准的多军兵种演训，对此做出了坚决的回答：是解放军完全有能力、有实力实现武统。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但是呢，绝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武统场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事实上早已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列明的3大条件呢，是写得一清二楚。其一，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其二，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其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管以美谋独的台独分子们，或者是佩洛西之流的以台制华的域外势力们，他们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是选择装睡也好，是选择回避也罢，实现武统的3大场景条件都稳稳立在那里。解放军连日进行的实弹演练，一定也会让全世界对此强化认知。